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 Michigan 有一個叫做 Iron River 嘅地方，呢座人口只有3000人嘅小鎮，以優美嘅大自然景色而聞名。好多中意戶外活動嘅人都會選擇嚟到呢度定居。Chris 就係其中一個。Chris 喺 Detroit 出世，係一位退役空軍，擁有雙學士學位。喺退役之後，佢就決定搬到 Iron River， 並喺當地嘅工廠揾到咗一份工。Chris 有一個叫做 Terry 嘅女朋友，雙方嘅感情好好。2014年4月 Terry 去到咗英國公幹，而寂寞難耐嘅 Chris 就喺呢個時候背住 Terry 偷食。Terry 好快就發現咗 Chris 嘅不忠行為，所以果斷咁同佢分咗手。不過佢哋依然維持住朋友嘅關係。之後 Chris 喺北卡揾到咗一份工，11月就會搬到去嗰度定居啦。2014年10月14號 Chris send 咗一封短信俾 Terry， 話俾佢知自己將會搬到北卡嘅消息。佢哋約定好要揾個時間出嚟食餐飯，為 Chris 餞行。然而今次亦都係 Terry 最後一次聽到 Chris 嘅消息啦。喺跟住落嚟嘅幾十日時間入邊 Terry 一直都冇辦法聯絡到 Chris。工廠嘅同事亦都表示 Chris 已經好多日冇嚟返工啦。佢哋仲以為佢提早離職搬到咗北卡。Terry 嘅心入邊即刻就有咗唔好嘅預感。Chris 係一位退役空軍，佢好注重紀律，所以絕對冇可能會無故曠工。於是 Terry 馬上報警。警方同 Terry 一齊嚟到咗 Chris 嘅公寓度睇下。公寓入邊非常凌亂，佢嘅手機唔見咗，但係隨身嘅藥物就仲留喺公寓入邊。睇起嚟佢走得非常匆忙。之後警方喺小鎮東部嘅郊區度發現咗 Chris 架車。佢哋認為 Chris 可能係去行山嘅時候出咗意外。不過 Terry 表示 Chris 最近啱啱先做咗膝關節手術，目前仲喺康復階段，冇可能會無啦啦走到去郊區行山。警方搜查咗 Chris 架車，並喺車入邊發現咗一張字條，上邊寫住一個地址。警方將地址輸入系統，得知呢個地址住一對夫妻 Jason 同埋 Kelly。 值得留意嘅係 Kelly 亦都係 Chris 嘅出軌對象。 Jason 同 Kelly 嚟自 Indiana， Jason 比較隨性，而 Kelly 就非常進取。佢哋係鄰居，亦都係由細玩到大嘅青梅竹馬。2002年喺高中畢業之後，佢哋就結咗婚，並開咗一間泳池保養服務公司。Kelly 負責傾生意，而 Jason 就負責清潔泳池。不過經過咗長時間嘅體力勞動， Jason 嘅腰部開始勞損，已經冇辦法再從事相關嘅工作啦。之後 Jason 每日只能夠依靠止痛藥度日，但係隨住日益加劇嘅疼痛，普通嘅止痛藥已經對佢冇作用啦。於是兩夫妻決定喺2014年搬到 Iron River 定居，因為 Michigan 可以合法使用大麻，而 Jason 亦都希望大麻可以幫佢減輕痛楚。由於 Jason 喪失咗工作能力，所以 Kelly 就成為咗屋企嘅經濟支柱。佢喺當地嘅工廠度揾到咗一份工，並認識咗當時53歲嘅 Chris。雖然 Chris 同 Kelly 嘅年紀相差咗20歲，但係佢哋就非常投契，似乎有傾唔完嘅話題，好快就擦出咗愛火。呢件事亦都好快傳到咗 Terry 嘅耳邊，最終導致佢哋分手。警方邀請咗 Jason 同埋 Kelly 嚟到警局分開進行問話。喺審訊室， Kelly 承認咗自己同 Chris 嘅婚外情，不過佢已經有一段時間冇見過 Chris 啦。佢表示佢同 Jason 擁有開放式嘅婚姻，平時各有各玩，而 Jason 對呢件事並冇任何嘅不滿。但係 Jason 就同警方講，自己對於 Kelly 有婚外情嘅事感到好傷心。不過考慮到自己而家嘅身體狀況並冇辦法滿足妻子，而佢亦都唔想離婚，所以唯有吞聲忍氣咁接受。之後警方申請咗搜查令，搜查 Jason 夫婦嘅屋企。警方喺客廳嘅電視櫃度發現咗一支點22口徑嘅手槍，不過呢支槍係合法擁有嘅。跟住警方亦都喺地下室度發現咗一本屬於 Jason 嘅筆記簿，
內容都係關於一個獵人點樣設下陷阱獵殺獵物，入邊使用咗好多恐怖嘅字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雖然呢一切睇起嚟好可疑，但係畢竟冇發現遺體，亦都冇任何直接嘅證據可以證明 Jason 夫婦同 Chris 嘅失蹤有關，所以警方亦都冇辦法對佢哋採取進一步嘅行動。幾日之後， Jason 同 Kelly 就匆匆搬返咗 Indiana， 大部分嘅家私都仲留喺舊屋度冇搬走。雖然佢哋離開咗 Iron River， 不過警方並冇停止對案件嘅調查，只係小鎮嘅警力有限，所以調查進度亦都相對緩慢。之後警方 check 咗 Chris 架車嘅 GPS 記錄，發現佢喺2014年10月14號，亦即係佢失蹤嘅嗰晚，曾經去過 Kelly 嘅屋企。另外，警方亦都喺 Kelly 嘅電腦入邊發現咗多張 Caspian Pit 嘅照片同埋衛星圖。Caspian Pit 係小鎮入邊嘅一個廢棄礦井，警方懷疑 Chris 可能已經遇害，並被棄屍喺呢度。於是警方請蛙人隊潛入咗礦井搜尋，佢哋冇揾到 Chris， 反而揾到咗一個燃燒過嘅油桶。巧合嘅係 Jason 夫婦嘅後院亦都有一個用油桶改造嘅火坑，但係而家已經不翼而飛。不過油桶入邊冇殘留嘅 DNA， 所以警方亦都冇辦法證明呢個油桶係咪屬於佢哋兩夫妻㗎。案件又進入咗死胡同，直到2016年2月，一通報警電話為案件帶嚟咗一絲曙光。Lake County 911, operator 17. Yeah, my husband's, his face is like blue. He's breathing barely.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He's throwing up. He's sweating. I need an ambulance right away. 救護車好快就到達咗現場。當時現場有一位情緒激動嘅中年女子，而梳化度就瞓住一位嘔晒白泡、已經冇咗意識嘅中年男子。呢名女子就係 Kelly， 而嗰名男子就係佢嘅丈夫 Jason。救護員即刻幫 Jason 進行急救，可惜都係太遲啦。喺接受警方問話嘅時候， Kelly 悲痛咁表示 Jason 嘅腰痛問題越嚟越嚴重，所以先至會注射海洛因嚟到止痛，只係估唔到佢會用藥過量，就咁就走咗。Jason 用藥過量而死嘅消息傳咗出去之後，佢嘅好朋友 Walter 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據佢所知， Jason 一直以嚟都只係使用大麻止痛，並冇使用過海洛因，點會無端端用藥過量而死呢？事實上， Jason 嘅驗屍報告證明咗 Walter 嘅懷疑並冇錯，法醫的確喺 Jason 嘅體內檢測到過量嘅海洛因，不過呢個並唔係 Jason 嘅死因，佢嘅真正死因係俾人揞住口鼻窒息而死嘅。於是警方即刻對 Kelly 發出咗逮捕令，然而 Kelly 喺呢個時候已經開始咗逃亡，並同警方展開咗一場貓捉老鼠嘅逮捕遊戲。雖然 Kelly 喺逃亡嘅過程中，手機一直都處於熄機嘅狀態，不過警方都係不斷咁 send 短信俾佢，希望可以追蹤到佢嘅位置。Kelly 似乎好享受呢個遊戲過程，佢會不定時咁打開手機檢查信息，之後再將電話熄機。有一次，佢回覆咗警方嘅短信，話俾警方知自己正在往西海岸嘅方向逃跑，嘗試誤導佢哋。2016年4月28號，警方成功追蹤到 Kelly 嘅手機定位，並喺 Kentucky 一個叫做 Wingo 嘅小鎮逮捕咗佢。喺審訊室， Kelly 即刻獅子開大口同警方談判，希望可以利用自己嘅證詞嚟到換取起訴豁免權。Today I'm here to cooperate. However, I will not cooperate if there's any charges brought to me. I see how easy it is for you to get a search warrant. I see how it is for you pretty much to go through anything with people's stuff. I think you can arrange something like that for me. 警方當然唔會同意咁荒謬嘅要求，所以 Kelly 亦都堅持唔開口。警方知道再咁落去亦都唔係辦法，佢哋必須要諗辦法令到 Kelly 開口。於是警方揾嚟咗 Jason 嘅好朋友 Walter 幫手，希望佢可以打電話俾 Kelly 同佢講一啲嘢。Walter 同意咗。
This has really been bugging me, but Jason asked me for my address. Okay. I got a letter like January 4th or 5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from him. The note says, if something were to happen to me, please send this in a few weeks. Do not open it. Thanks, quack, quack. And there's an envelope in there with no return address to the Iron River Police Department. It's like I'm supposed to mail this. Please don't. 呢封信根本就唔存在。當 Kelly 講出唔好嘅嗰一刻，警方就知道呢個方法真係有用。喺跟住落嚟嘅盤問中 ，Kelly 終於開口承認 Jason 係佢殺死㗎，而佢嘅目的就係為咗幫情婦 Chris 報仇。Kelly 表示佢同 Jason 結婚嘅時候曾經許下咗一個承諾，喺往後嘅日子入邊，如果其中一方出軌，另一方就會將第三者殺死。所以當 Jason 知道 Kelly 出軌之後，佢非常之嬲，並提醒 Kelly 佢哋之前所許下嘅承諾。無奈之下 ，Kelly 唯有聽從丈夫嘅指示，將 Chris 引到屋企，再將佢殺死。2014年10月14號 ，Kelly 同 Chris 講自己嘅丈夫今晚唔喺屋企，所以今晚係一個幽會嘅好時機。當晚 Chris 嚟到咗 Kelly 嘅屋企。一進入間屋，雙方就急不及待咁開始親熱。就喺佢哋打得火熱嘅時候，一早已經埋伏喺地下室嘅 Jason 拎出支槍，向 Chris 嘅頭部開咗一槍。行兇之後 ，Jason 就喺地下室用電鋸將 Chris 肢解，並將殘骸裝入垃圾袋，埋喺樹林入邊。跟住，佢哋將 Chris 架車揸到郊區，偽裝成佢自己失蹤嘅假象。但係佢哋冇留意到，車入邊有一張寫住佢哋屋企地址嘅字條。之後佢哋將電鋸同埋手槍抌咗入後院嘅油桶入邊燒咗佢，並將油桶抌到咗 Caspian Pit。為咗避免夜長夢多，佢哋決定搬返 Indiana 躲避警方嘅追查。但係 Kelly 嘅心入邊一直都冇辦法忘記 Chris， 佢好憎 Jason， 所以決定要對佢狠下毒手，幫 Chris 報仇。案發當日Kelly 幫 Jason 注射咗大量嘅海洛因，但係 Jason 就遲遲都冇斷氣。情急之下 ，Kelly 就用手揞住咗 Jason 嘅口鼻，直到佢停止咗呼吸。之後 ，Kelly 交代咗 Chris 遺體嘅位置，等 Chris 嘅屋企人可以幫佢舉辦一場正式嘅葬禮。警方喺郊外嘅一片樹林度挖出咗一個頭骨，頭骨上仲有一個彈窿。經過牙科記錄比對之後，證實咗呢個係 Chris 嘅頭骨。不過，除咗 Chris 嘅頭骨之外，樹林入邊並冇發現其他嘅身體部位，呢一點好唔尋常。呢個時候，警方諗翻起佢哋喺調查 Chris 失蹤案嘅時候，曾經同 Jason 夫婦嘅鄰居進行過對話。當時，其中一位鄰居同警方講，案發當晚佢聽到 Jason 嘅屋企傳嚟咗斷斷續續嘅電鋸聲。當佢行過去詢問嘅時候， Jason 同佢講自己因為失眠，所以先至會喺屋企度做一啲小裝修。另一位鄰居就表示，喺案發嘅幾日之後，不嬲都冇乜同鄰居打交道嘅 Jason 夫婦突然邀請附近嘅鄰居去到佢哋嘅屋企食晚飯。鄰居回憶話，嗰個係一場喺後院舉行嘅燒烤晚宴，烤架上堆滿咗大量嘅肉類，無限量供應。不過肉質同口感就有啲奇怪，唔似係一般嘅牛肉，只係佢哋嘅身體之後亦都冇任何嘅唔舒服，所以就冇再繼續深究啦。而家諗翻轉頭，大家都覺得毛管戙，一陣嘔心嘅感覺又湧咗上嚟。2017年 Chris 單案正式開審， Kelly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並將所有責任都推咗俾 Jason。陪審團喺經過3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Kelly 被控1級謀殺、褻瀆遺體等5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2018年 Kelly 又因為謀殺 Jason 嘅控罪獲刑65年。Jason 同 Kelly 喺殺咗人之後仲可以冷靜咁處理遺體，並將案發現場清理得咁乾淨，呢一點令警方懷疑佢哋可能唔係第一次犯案。針對呢一點 ，Kelly 嘅屋企人同警方講 ，Kelly 曾經向佢哋坦誠自己已經殺咗至少9個人，
並將佢哋嘅遺體埋咗喺美國嘅中西部地區。於是警方同 Kelly 進行咗一場交易。由於 Kelly 已經得到咗最高刑罰，警方希望佢可以交代其他受害者嘅遺體位置，並承諾唔會再對佢提出新嘅起訴。Kelly 接受咗呢個交易，並表示佢嘅朋友仔都被埋咗喺 Indiana、Michigan、Tennessee 同埋 Minnesota。至於具體嘅埋葬地點，Kelly 就始終唔肯透露。